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12收官，触碰了观众底线；范丞丞白鹿的淘汰打了节目组的脸。要是说起跑男这档综艺节目，那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说的话。从开始到现在，这档综艺节目已经做了12季了，节目的观众群体可以说是相当多了。从小学生到30-40岁的人，这些年龄层都有覆盖，因为很多人就是看着跑男长大的。一档综艺节目做到这样的成绩相当不容易，这是10多年来的沉淀。正常情况下，一档综艺节目能火个3-5季就很不容易了，跑男这种已经属于是天花板级别了。尤其是这2年，每年除了正片之外还会录制一个特别季，相当于1年2季，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。每年的特别季看似好像没有正片精彩，但却是相当有意义的。每年的特别季都是主打一个正能量，助农或者是保护环境，振兴乡村发展等等。总而言之，跑男这档综艺节目越做格局越大了。在网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说法，那就是现在的节目不好看了，和以前真的是没法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虽说从数据上这话说的好像没错，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，现在的节目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话说跑男刚播出的那会儿，国内的综艺节目有多少？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综艺起步的萌芽状态。不管是什么行业，发展初期都是比较容易的，一开始的竞争没那么强烈，做起来是相当容易的。相比之下，现在各行各业的竞争简直不要太强烈，什么行业都很难出圈。纵观这2年的综艺节目，你会发现做得好的新综艺非常少，就是因为竞争太过激烈了。跑男这档综艺节目不仅有很多经典的游戏项目深入人心，嘉宾阵容也是让观众非常喜欢。在游戏上，撕名牌、弹射飞椅、指压板、泥潭等等，很多都是只要出手必定王炸的好项目。在嘉宾阵容上，以前就不用多说了，谁见了都说一句神仙阵容。现在的阵容也不差，李晨、郑恺、白鹿、周深、沙溢、宋雨琦、张真源、范丞丞，8位都是相当有人气的艺人。尤其是这2年有了周深、白鹿、范丞丞的加入，每期节目的笑点真的是直线上升的。周深很有综艺感，他是很多综艺节目各种争抢的嘉宾人选。在跑男这么多年的时间，周深带来了很多快乐。白鹿和范丞丞2个人虽然不是同一时间来的，但一定要同时说，因为这2个人放在一起真的是太有化学反应了。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游戏中，白鹿和范丞丞只要遇上就肯定是笑点满满。为了能让这样的快乐持续，节目组在这一季的节目中多次把白鹿和范丞丞安排在一个组，真的是把嘉宾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季的节目也已经迎来收官了。整体来说，最后一期节目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也有一些让人忍不住想要吐槽的部分。接下来咱们就简单聊一下。跑男12收官，触碰了观众底线；范丞丞白鹿的淘汰打了节目组的脸。第一，触碰了观众底线。在这期节目中有好几个游戏，这几个游戏都是为了最后的撕名牌准备的。说得更准确点，几个游戏抽到的磁贴都是为了兑换超能力。这几个超能力大家也看到了，那都是相当厉害的神技。比如沙溢和魏大勋抽到的苏炳添，他们使用了这个技能之后全场静止，他们有将近10秒钟的逃跑时间，而且还能使用3次。比如李晨和苏炳添抽到的啦啦队，他们可以让一个人跳舞，也就是可以限制住一个人的行动。为了能赢得更多的磁贴，每个嘉宾在游戏中都是相当努力的。然而，
每次游戏结束之后，获取磁贴的方式居然是翻卡片。这个东西是非常需要运气的，如果要是运气不好的话，根本翻不到。而且节目组还在题板中设计了2个炸弹。话说6张卡片中有2个炸弹，这个翻到的几率还是相当大的。对于游戏的赢家来说，看似掌握了主动权，实际上却也有着非常大的风险。比如李晨连续2次翻出炸弹，非但1张磁贴没拿到，还倒贴了，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。虽说这只是一个游戏，但谁玩游戏不是为了赢呢？看着自己喜欢的嘉宾赢了游戏，却拿不到磁贴，怎么能不意难平呢？作为游戏来说，就应该公平公正，而不是靠运气取胜。靠运气不靠实力，这简直是触碰了观众的底线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前面的游戏玩了有什么意义？直接翻卡牌决胜负就完事了。只要有比赛就应该公平，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。这样的翻卡牌还是让人看得很尴尬的。第二，打了节目组的脸。经过一系列的游戏和翻卡牌之后，范丞丞和白鹿拿到了断层第1。然而，范丞丞和白鹿的磁贴虽然多，但也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，因为别的组都在使坏给他们娃娃，以至于他们的磁贴也根本不够用。说实话，早知道这样的话，那前面赢了又有什么用呢？直接摆烂不就好了吗？范丞丞和白鹿好不容易拿到了磁贴数第1，难道就是为了跟所有人成为敌人吗？这样的游戏设定真的还是让人非常尴尬的。当然，范丞丞和白鹿的运气不错，很快就集齐了所需要的卡牌。作为第1个集齐卡牌的组，范丞丞和白鹿他们是拥有率先挑选超能力的权利的。作为品牌方的代言人，2人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品牌方的超能力超活益生菌。然而，谁能想到这个超能力释放出来之后，范丞丞和白鹿就双双被淘汰了。看到这里，我真的想问一下节目组，有没有觉得被打脸呢？范丞丞和白鹿2次拿到第1，不就是为了能在撕名牌中缩短一下和其他组的实力差距吗？范丞丞和白鹿二话不说选择了相信节目组，相信品牌方，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。几个壮汉出来之后，所有人都以为是堵住攻击的人，这样就能起到保护作用，万万没想到是围住范丞丞和白鹿，而且还要留出那么大的缝隙让别人去撕名牌，简直是太尴尬了。在这个5个超能力当中，有几个是相当不错的，可要说最没有用的，那绝对就是范丞丞和白鹿这个了，简直就是帮倒忙的。可这是根据品牌方设计的超能力，范丞丞和白鹿还不得不用，要不然品牌方多没有面子。作为连续获得第1的组，我觉得范丞丞和白鹿早早被淘汰就是一个笑话，更何况是被节目组的超能力直接害死的。按照正常逻辑，我觉得在超能力选择的时候，每个组应该可以看到每个超能力到底是什么，这样才更合理。试想一下，大家各种争着抢着要当第1个选超能力的人，那肯定是有目标才有奔头吗？现在这样谁都不知道超能力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只是瞎猜，那为什么要去抢第1名呢？大家也看到了，不管是第1名还是最后1名都是有超能力的，反正是盲选，抢第1名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站在观众的角度，我觉得节目组的设计有很多的缺陷。对于嘉宾来说，不管是有没有意义，他们都需要拼命去竞争，为的就是节目效果。可对于观众来说，除了尴尬就是尴尬。大家觉得节目组这样的设计合理吗？范丞丞和白鹿早早被淘汰，是不是意难平呢？